大家想象一下，当你来到一片开阔的土地，满眼是郁郁葱葱的树木，远处的小山连绵起伏，还有几条水流蜿蜒交错，风景是不是很好呢？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这哪里是什么放松心情的好地方，分明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尸体农场。意外吧？这个农场实际上掩埋了许多真正的尸体，有的穿着衣服，有的被淹没在水里，还有的被放在车上。无知者肯定会觉得这是连环杀手的后花园，用来抛尸埋尸体的。然而农场的主人却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法医人类学家。没想到吧，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研究尸体分解的过程。那关于农场内部阴森恐怖的流言却从未停止过，外界也都人云亦云。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这个神秘的尸体农场，感受一下死亡的气息。本期视频虽然比较重口味，但还是希望各位看到最后，因为了解真相的你们一定会改变对这个农场的态度。大家可能都会在现代的犯罪嫌疑电视或者电影当中听到一些台词，具体是法医断定尸体是什么时候死亡的。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些经验或者是说数据都是怎么得到的呢？如果尸体是出现在客厅，那调查人员可以轻松描绘得出房子内部的结构，模拟犯罪场景也有明确的界限。但如果尸体是在户外被发现的，情况则就复杂了很多，证据会散落在各个地方，几乎没有界限可言了。那么如果犯罪现场出现了烟头，那这到底是证据还是垃圾？这是本来就有的，还是凶手不小心带来的？总之，即使是最有经验的调查人员，室外犯罪现场的把控也会变得相当的有挑战性。但是有一位法医人类学家试图打破这一僵局，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威廉·巴斯。1971年，美国田纳西州的警察呼吁一帮法医人类学家想方设法地帮助他们弄清楚作案现场的尸体真正的死亡时间，而威廉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很乐意接受这个挑战，因为他始终相信尸体是不可能说出真相，但足以拆穿嫌疑人的谎言。可惜的是，他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来研究尸体，研究路上困难重重。无奈之下，威廉就把一名死者放置在他家附近体育场的厕所里面，来模拟当时的环境。然而在这研究期间，可把当地的清洁工们都吓坏了。很快，威廉就遭到了投诉。为了排除所有的干扰，他找到了田纳西大学人类学研究院院长，开门见山地说道：“我需要一个地方来存放尸体。”1980年，威廉终于说服了学校，在靠近田纳西大学医疗中心附近得到了一块土地。就这样，第一个尸体农场的雏形也就诞生了。而在当时，谁也没想到的是，这个古怪的尸体农场在未来会变成国际公认的人体分解研究中心。不过，这个尸体农场并不对外开放，因为研究死亡是一项需要安静的工作。威廉也恳求前来打听自己的记者不要公布农场的具体位置，所以大家只知道在田纳西州的诺克斯维尔。然而，事实证明，防护工作远远不够，好奇心强的人们直接无视了生物危害的警告标志，闯了进来。野狼和野狗也时常会叼走人类的遗体，所以最初的尸体是被保护在笼子里面的。后来，威廉用铁丝网密密麻麻地把整个农场包围了起来，茂密的树丛也尽可能地遮挡住了所有好奇的目光。渐渐的，尸体就开始放在了户外，威廉和他的学生们就可以很方便地记录到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场景、不同的环境当中尸体分解的全过程。这些研究所得的大量数据，很好地协助了警方评估死者真正的死亡时间以及他们是怎么死的。然而，一具尸体的研究并不是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就可以完成的，有的研究甚至持续了好几年。尸体就这样暴露在外面，岂不是要发烂发臭了？还真别说，威廉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尸体是什么时候开始迎来苍蝇的？尸体里面的蛆的发育变化又是如何的？这些都是相当重要的研究课题。我想在座各位不用脑补就可以知道，这个尸体农场的口味实在是太重了。那么问题来了，威廉要去哪里得到那么多尸体呢？一般来说，尸体要么是自然死去，或者是被杀害，要么就是意外事故。但这种情况不应该是家人朋友把他们火化了再进行埋葬的吗？怎么会有人主动提供尸体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在尸体农场建成后的第2年，也就是1981年，大概就有1700人将自己的遗体捐赠到田纳西大学人类学研究所。这些捐赠者都是普通人，有些是无人认领的尸体，而大多数则是家属意愿或者自己想要捐赠的。而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帮助科学和刑事司法，所以通常死者在运往农场的时候都会随身携带一张卡片，上面会标明自己死后是要捐赠给尸体农场的。不管他们当初是什么原因去世的，在这里都值得尊敬。当捐赠者被送到农场之后，
首先要进行基本的称重和测量，身体所有的伤疤、纹身等部位都要一一进行拍照，血液、指甲、头发样本都要进行采样。接下来，尸体就要按照研究所需的情况放置，有的要先放在冰柜里待12到24个小时，有的则直接被模拟抛尸的情况掩埋在了树木茂盛的地方。为了更加精确地还原案发现场，有些尸体赤身裸体，有些尸体则是穿着衣服或者盖着塑料袋。考虑到有的凶手会抛尸在荒凉的地方，所以也有尸体会直接躺在露天。后来，尸体的研究被进一步细分，所以有的尸体被放置在车后备箱，还有的则是淹没在水中。反正大部分户外的犯罪现场都可以在这个尸体农场中最大程度的模拟还原一遍。但其实尸体农场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更好地了解到了苍蝇、蛆等生物侵入人体的过程，从而判断出尸体死亡的时间。在天气温暖的时候，苍蝇往往只需要几秒钟就能闻到尸体最轻微的腐臭味，它们会快速移动到鼻子、眼睛、耳朵、肛门、下体去产卵，接着蛆也会迅速孵化并茁壮成长，开始啃食人类腐肉。通过研究它们入侵人体的阶段，威廉就能确定尸体被抛尸了多长时间。除此之外，威廉和学生也一直致力于研究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骨骼是如何随着身体腐烂而散架的，夏天和冬天抛尸又有怎样明显的不同，死者生前摄入的化学物质或者药物是否会影响尸体分解的方式。那下面我们就简单的了解一下他们的研究成果。尸体的腐烂分为5个阶段，第一是新鲜期，尸体看起来仍然相对正常。第二是肿胀期，因为微生物的分解，尸体会膨胀起来。第三是腐烂早期，尸体的软组织开始分解。第四是腐烂晚期，分解更加严重。最后是干燥期，尸体只留下了少量组织。举个例子，如果凶手谋杀之后，先把受害者塞进了冰箱，或者用塑料包裹了几天，那这就会大大推迟苍蝇的繁殖，从而可以误导警方推测死亡时间。但是有了尸体农场的研究数据，受害者的死亡时间可以更加接近真相。其实早在1994年之前，尸体农场一直都很低调，默默无闻地进行研究。但后来，作者帕特里夏·康维尔写了一本关于尸体农场的犯罪小说，一夜之间，这个地方就成为了美国最神秘、最恐怖的研究中心。毕竟一谈到尸体，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与鬼魂、僵尸有关的恐怖传说。人们好奇又害怕，把这么多具尸体扔在外面，真的不会发生什么超自然事件吗？而事实证明，大家都多虑了，这里并不是什么超自然事件的聚集地。威廉也亲自解释过，尸体农场一直以来都非常的安静，也没有什么好可怕的。自己的本意就是想让学生在遇到被掩埋的尸体时，能最大程度的还原每个犯罪现场。而且这里不仅与超自然事件无缘，还能成为特殊的培训基地。从1999年开始， FBI 就源源不断的派人前往尸体农场进行短期培训，为的就是更好的了解户外犯罪现场的复杂性。学生要在这片土地上要与尸体朝夕相处至少5天，从探测地面、寻找坟墓，到正确的挖掘遗骸，再到研究尸体周围的土壤，都会被一一记录下来，因为这些可能到后来都会变成潜在的证据。根据一项数据显示，在2018年，美国发生了16000起谋杀案，其中40%成为了悬案。而在众多潜在的凶手当中，如果一位嫌疑人的不在场证明是在6个星期前，而此时受害者的死亡时间就可以精确到在2到4星期之前，那么这名嫌疑人就不可能成为漏网之鱼，只能继续接受进一步的调查。我在找资料的时候还发现了一些网友的评论，我们来简单的看一看。这一段的意思是，因为付不起葬礼费用，我爸爸生前就和妈妈说好，以后把他的尸体送到这个农场去。不过在捐赠完成后，他们检查出来，我爸爸感染了丙型肝炎病毒，尸体是没有办法用来做研究的。于是他们将尸体火化，还把骨灰装在了容器里面寄给了我们。这些全部都是免费的，他们真的太好了。另外一条则是，我在田纳西州的诺克斯维尔长大，这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在那里，人们自愿地将身体捐给科学，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人士都可以在那里学习。尸体农场完全是对外关闭的，而且远离住宅和企业，所以我们也没有机会靠近，更不会误入其中。相反，这个地方的存在确实可以培训相关的专业人员，很有意义。那看完这些评论，我想各位应该不会再觉得这个尸体农场有多么的诡异和恐怖了吧？那现在我们能够想到的是，那些学生、法医、人类学家、警察每天都围着那块地方打转，在大量尸体当中工作，漫天飞舞的苍蝇，蠕动的长蛆，臭气熏天的味道，光是想象就有点接受不了。不过他们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工作氛围，在里面行走就像在大自然里面散步一样，毫无差别。谁又能想到脚下是死了好几年的尸体呢？可能有小伙伴会觉得把尸体扔到户外非常不尊重死者，但尸体农场的存在对于分析犯罪现场、死亡时间方面的教育和培训都是功不可没的。我想那些捐赠者在同意捐赠的时候已经想到了这一点，如果尸体能够好好利用，推动研究的进程，那才是对捐赠者最大的尊重吧。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尸体农场可以对外开放，各位想进去参观吗？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如果你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投币。我是正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